邻居大爷为了讹我，雪天故意踩着我的脚印走，然后故意滑倒，让我赔偿10万块，说是因为我把雪给踩滑了，才导致他摔倒。我被他连环讹，丢了工作，倾家荡产，最终被大爷推进雪坑，摔晕冻死。再睁眼重生在我和大爷走出楼道前一刻，我果断转身上楼回家关门。大爷懵了，上来哐哐砸门。小王，你怎么不出门了？雪太厚了，大爷不敢走，你给领个路吧。我大孙子要吃红烧肉，我就去超市买点五花肉，你不会不帮忙吧？年轻人要懂得尊老爱幼啊。李大爷喋喋不休地在门外让我出去，我怎么可能再上当？我故意咳嗽起来。大爷，我甲流。你等着，我把这口血吐了就开门。我在卫生纸上倒了一些番茄酱，又在嘴角抹了一些。李大爷估计是没听见我说什么，还在哐哐敲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一把门拉开，用最大的力气咳嗽，听着都要把肺咳出来了。大爷，我甲流了，实在是受不了，您敲门是找我干啥？说着我就把卫生纸从嘴上拿下来，一片血花。实在不是我不尊老爱幼，我真的流感了，不信你闻闻新鲜病毒的味道。李大爷吓得往后一蹦，没想到老胳膊老腿的还挺有劲儿。离我远点，船上我感冒你得赔。说着他浑浊的眼珠子转了转，继续说，小王啊，你看你能不能坚持一下，出去给我带个路，雪实在太厚了，我不敢走啊。我大孙子还叫你一声叔叔，你总不能不顾这点情分吧？你这是感冒又不是大病，戴上2层口罩，大爷我不挑你理儿。你这么优秀，年终奖都发了10万多，总不会这点小忙都不帮吧？原来他早就盯上我手里有钱，怪不得非让我带路不可。上一世我接到发年终奖的电话，正好在进楼道的时候，李大爷那时候要出门，恰好听到，看我还不出门，李大爷眼神更加不耐烦，直接往地上一坐。你不帮忙我也出不去，那我就不走了。我眯着眼睛打量了他一会儿，突然灿烂一笑，没问题，我带你去，你可要跟紧了。上一世我走得慢，他也走得慢，监控里拍下了我们2个的身影。他找物业把监控录像拍了下来，拿着去公司威胁我。那个监控的角度刚刚好，我在雪里滑了一跤，大爷在我身后就摔倒了，好像是我把他绊倒似的。这次我有了上一世的教训，我专门换上了雪地靴，一口气跑80公里都不带滑的。刚出楼道，我用余光看到摄像头的那一刻，突然大吼一声：“好凉快啊！”大爷，跟紧喽！说完我撒丫子就跑，扬起一路雪雾。李大爷愣在原地，还没等反应过来，我的身影已经不见了。他赶紧追了出去。兔崽子，你跑那么快干嘛？我要滑倒了，你回来，你得赔。说完他就倒在雪地里，1分钟、2分钟、3分钟，没人管他，他自己冻得受不了了，一咕噜爬了起来，回头看看摄像头，嘴里暗暗咒骂：妈辣的，根本拍不着啊！我跑出小区，呼呼大喘气。这次监控肯定拍不上同框镜头了，但是老李头能就此罢休吗？断然不会。上一世明明我已经把钱都赔进去了，他也没放过我，还要我把房子也赔给他儿子，让他儿子2婚娶媳妇用。他的贪心根本填不满。这一世他还想用之前那一套拿捏我，门都没有。我先从同城网上翻找租房信息，在离小区不远的地方租了一个小公寓，这将是我复仇的第一步。我把房子租好，准备回去拿上点东西。刚进小区就发现保安看我的眼神不对劲，他的口型好像在说快跑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个身影从旁边跳出来，一下把我扑倒。小兔崽子，你不是跑得快吗？你现在跑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早上跑的时候把我绊倒了，差点把我摔死，你自己说说该咋办吧？我给你提个醒，你不拿10万块，这事儿别想解决。哎呦，我的肋骨要断了，我头疼，我想吐，可能是脑震荡，我的腿肯定摔断了，赶紧打救护车！我的肾摔出结石来了，我的……李大爷一咕噜跳了起来，放开了我。我警告你，别在这儿碰瓷儿啊！信不信我报警抓你？不等他说完，我直接拿出手机拨了110。老李头懵了，你是不是有病？真报警？对喽，我心脏病犯了，让这老头给吓的。大家看好了，别让他跑了。上一世他对我用的那些招，我早已烂熟于心，甚至可以说成了阴影。我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当然，民警来了，大爷只说跟我开玩笑呢，而我坚持要去医院。老李头过来就要扒拉我，他不想赔医药费。我指着大门口的监控，民警同志，赶紧去调监控，免得监控又坏了。最终监控看得很清楚，大爷把我推倒在地，磕到了脑袋，赔了我3000医药费。给我钱的时候，大爷眼睛里的怨毒如同冒火。我视若无睹，拿钱走人，请门口保安出去吃了一顿火锅。保安说我惹谁不好，非得惹这个老登。他曾经把小区的井盖都偷了，卖给收废铁的，给他孙子买玩具。后来有业主在下水道摔伤了，查监控才知道是他偷的。物业找他理论，大爷非但不认，还说他交了
了物业费，小区的东西就是他的。物业说他根本没交物业费，大爷一听不乐意了，说他3年前交过，那就是交了。后来他听说女学生的内衣更值钱，就专门偷在小区地下室租房子的女高中生。老李头半夜偷偷趴在地下室半截窗户往里看，把女生吓得报了警。警察来了，他就说自己老年痴呆，找不到家了。大爷儿子来了更横，说肯定是女生看他爸有钱，在窗户里勾引他爸，他还要找女生要精神损失费。最后民警只能警告他看好自家老人，又给女生留了联系方式，说有事就给警察打电话。结果老李头一点也不收敛，天天在他租的地下室附近转悠，吓得女生连续好几天不敢出门，把学业也耽误了。后来可能也没考上，去了南方打工。有一次回来拿东西，残废了一只手，说是被厂里的机器夹的，大家愤愤不平，说都是老李头害的。女生被害得这么惨，他还悠哉在小区里到处碰瓷。我一听这老李头死不足惜，对今后的复仇计划更少了几分愧疚。你放心，他蹦跶不了几天了，老天肯定收了他。第二天，果不其然，老李头去我公司了，堵在老板办公室门口，给老板提了2瓶酒。老板懵了，问大爷是谁的家属。老李头说他是我二大爷，说孩子在这儿给老板添麻烦了，让老板多照顾我。他和老板说，我乙肝好多年了，还传染，肯定给公司同事找了不少麻烦。老板大惊失色，把我叫过去，问我是不是真有乙肝。老李头关心地看着我，浑浊的眼神里却都是阴毒和得意。我早就料到他肯定来找事儿，不过这种方式倒是新颖。他看着我胸牌上小组长的职务，笑着对老板说，老板，你真是好人啊，他身体这么差，你还让他当领导。他话刚说完，我高兴地抱住老李头。二大爷，你来前也不说一声，哇，想死你了。唾沫星子喷了他一脸，直接把他喷懵了。老李头没想到我是这种反应，上一世他也是用这种办法让所有人认为我有传染病，后面又是各种造谣各种闹，最终让我在公司混不下去。重活一世，我怎么可能再让他占据主动？此时我紧紧搂着老李头，像是失散多年的亲人。我对着他的老脸哈哈哈哈哈笑了足有1分钟，充分体现出血脉亲情久别重逢的兴奋与激动。就在大爷即将受不了的时候，我一把放开了他。二大爷，我有病的事你都知道了。没错，你得乙肝的事儿，我总不能不管不问。你要是藏着掖着，也对别人不好，不是？小王，这种事你怎么也不跟公司说一声？公司可以单独给你做饭的。老板人不错，上一世老李头来闹了几次，都被他压下去了。最后老李头要在公司门口上吊，我当时已经倾家荡产，万念俱灰，最后不想连累公司才主动辞职。老李头一听老板竟然还护着我，两眼珠子一瞪，孩子，咱不能为了点工资给别人添麻烦啊。二大爷，您只知道我有乙肝，都这时候了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不只有乙肝，还有结核痹、慢性细血虫、梅地、淋痹、兼而失歪。大爷越听脸色越苍白，一根手指头指着我直哆嗦。你说真的？我打了2个喷嚏，全喷在大爷脸上。我打了2个喷嚏，全喷在大爷脸上。大爷惨叫一声，疯狂地用衣袖擦脸。你传染我，我好心来看你，你传染我，卑鄙！老板却早就看出不对劲了，谁家好人一次性的这么多病？这老头没安好心啊！大爷狰狞着表情，想扑上来打我，又不敢靠近。你这工作别想要了，我不能让你这么祸害人。然后稍微靠近一点，小声说：除非你把钱赶紧赔给我，我马上说自己得了老年痴呆，根本不是你二大爷，这样你就能保住工作。我心里冷笑，这套威胁我的说辞与上一世一模一样。上一世我怕丢了工作，委曲求全，给了他2000块钱，结果这就成了噩梦的开始。有了第1次，就会有第2次、第3次，直到我再也没有利用价值。现在我看着他贪婪怨毒的眼神，展颜一笑。老板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。大爷懵了，老板也懵了。小王，我啥都没说呢，公司不会因为你的身体原因就放弃你，你可以先居家办公。老板，我不会给公司添麻烦的。说完，留下离职报告，径直离开。老李头这才反应过来，跑到大门口拦住我。小子，你是不是演戏给我看呢？我不吃你这套。我也不搭理他，速度不减，目不斜视。站住，不赔钱，你哪也去不了。你去哪儿？站那别动。我去买彩票。别蒙我，买彩票，然后做梦中奖吗？哎，老李头，别看你老年痴呆，这次你还真说对了。上一世就在大爷来公司闹的这一天，我心情极差，于是买了一注彩票。这一期我只差2个号就能拿到1等奖。有了这1000万，我还要什么工作？我径直往前走着，老李头追着我跑。你以为你能蒙我？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中奖！
我当着大爷的面买了这注彩票，只买了1注加倍。当然，我故意选错了一个号，这1注最多2等奖。大爷看了之后嗤笑一声：“小子，别做梦了，你还是想想怎么赔我那10万块比较实际。”我也不理他，打了一辆车就走。老李头还想上车，我说这老头我不认识。然后老李头就被司机提溜下车，扔在路边。老李头撒泼说司机把他摔骨折了，必须赔钱。司机摸了摸光头，狞笑一声：“老子外面欠了几百万，刚从里面出来，你确定要我赔钱？”大爷差点吓尿了，屁股尿流的爬起来跑了。到了我新租的公寓附近，我又进了另一个彩票店，直接买了50注加倍，上一世的1等奖。我也想过多买点直接清空奖池，但我怕一个普通人突然拥有了远远超出控制范围的巨额财富，会有无数双眼睛盯上。我不想被那些高等级的人盯上，只求一个小富即安，后半生无忧就行。所以50注对我来说刚刚好。回到公寓，小区群里已经炸锅了，被老李头一个人炸的。老李头在群里痛斥我的种种不尊敬老人的行径，可是群里一个回应的都没有，只有他一人自嗨。老李头一看没人理他，开始群体攻击。几分钟后被群主清除出群聊。第2天开奖，我马上接到了老李头的电话：“小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内幕消息？昨天买的那张彩票是不是中了2等奖？小子，我告诉你，你家门口我给你堵了，今天你别想出门，除非给钱，我就在楼下等着。你敢点外卖，我都给你扔了。”大爷，我也没招惹你，你为啥逮着我不放？你让我踩雪滑倒了，难道不用赔钱？你着急用钱，是你儿子欠了不少高利贷吧？听说催债的把你家门也堵了。放屁！你再造谣，我弄死你！李大爷，我家里吃的东西可多了，1周都不用出门。那老子就赌你1周，咱看谁耗得过谁。我挂了他的电话，直接静音，让他不停的打，耗呗。我现在又不住那里，我买了墨镜帽子，去了彩票中心兑奖，直到奖金到账，看着几个亿的余额，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。这是除了重生之外，老天给我最大的奖励。我把那张2等奖彩票的支票图片发给了老李头。18万到账了，但我1分钱也不给你。老李头又是疯狂来电，我一律不接。趁着老李头赌我控家的时候，我火速购入了上下2套叠拼改善住房。我住上面2层，给爸妈住下面2层，而且小区的安保是全国顶尖的，像老李头这种靠近一点都会被几条高加索盯上。这几天老李头天天给我发消息，今天把垃圾扔我门口，明天半夜砸门给我发视频。我说你这点功力还不如我老家的赖皮狗。然后老李头就更卖力了，我的屋门已经被砸得坑坑洼洼，直到1周后老李头才察觉不对劲。你小子是不是趁我不注意半夜偷跑了？我知道他这1周一直堵在楼道门口，大冷天的裹了2床被子，就是不见我影子。大爷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早就不住那里了，你都不知道吗？啥？你敢耍老子？信不信我？信不信你什么？你连我住在哪儿都不知道吧？电话那边能听到老李头哐哐砸东西的声音。过了好一阵子，老李头发泄完了，呼哧呼哧的继续说：“我找不到你，还找不到你爹妈吗？你最好让你爹妈准备准备，别等村里人戳脊梁骨的时候想不开。”说完他就挂了电话。上一世老李头盯上我之后，他已经通过和我聊天套出我老家的地址，所以我前天已经把爹妈都接进了新房子，而老家我已经给老李头准备了礼物，希望他喜欢。第2天老李头就坐大巴车到了我老家，他打听到我家的老宅子铁门紧闭，只有一个小笼包大小的猫眼开着。什么破院子还装猫眼？他趴上去往里看，顿时看到一张苍白的长发女人脸，他吓得惨叫起来，却发现眼皮粘在了猫眼上，一用力就扯得生疼。此时看着监控的我，默默给卖强力捕鼠胶水的老板点了个赞。这玩意儿越挣扎粘得越紧，老李头惨叫着想挣脱，又扯得眼皮疼，而我留在大门上面，一大塑料袋混合着泥土的脏血，在老李头不断挣扎中缓缓倾斜，最终10几斤脏血从天而降，盖在老李头的脑袋上。折腾了得有半小时，老李头才脱困，一只眼血呼啦的通红。我让你家在村里抬不起头。他掏出大喇叭直接开骂：老王家的小犊子外面欠钱不还，一身脏病还找小三，他不还钱，我让你们全村都不得安宁。村里很快聚集了一帮人，围着大爷指指点点。老李头更来劲了，嗓门越来越大，结果喊得嗓子哑了。村民们都没什么反应，反而像看耍猴一样看着他指指点点。你们看什么？你就是老王家的远房亲戚吧？这是又犯病了吧？大家离他远点，精神病打人可不赔钱。你们才精神病，你们全家都精神病。老李头吵了半天才知道，我昨天已经在村里大喇叭广播了，说我们老王家有个远房亲戚得了精神病，把家里所有亲戚都闹了一个遍，就是要钱。这2天可能轮到来我家闹事儿，提醒各位村民注意安全。
于是大爷一来砸门，村民们纷纷围观。老李头一听，当时就开始在地上打滚，发现周围村民都在录像，又一骨碌爬起来。你们不让老王家出来见我，我就闹得你们村里鸡犬不宁。去喊二流子和老赖皮过来。没一会儿，两个头发乱蓬蓬、一身看不清颜色的破棉袄、散发着臭味的人来了。村民纷纷闪开一条路，离二人远远的。老李头正吆喝，一看来了两个要饭的，顿时警惕起来。你们想干啥？两人嘿嘿笑着，突然一个抱腿，一个掰脑袋，把老李头按在地上。骑大马，骑完大马喝肉汤。老李头的惨叫声淹没在村民的哄笑声里，最后是老李头自己报警才得救。他满身泥土血水，哆嗦着指认要把两个傻子和指使的村民都抓起来。民警问是谁指使的，村民中颤颤巍巍走出来一个100多岁的老爷爷。这小兔崽子把我吵醒了，我就让两个后生教训教训他，咋了不行吗？当年打仗的时候，就这种走狗，我不知道弄死过多少个。最后老李头被批评教育，带回自己家。村长跟我绘声绘色描述了老李头的惨状，我表示感谢，给村里修路的事这个月就落实。村长说以后谁敢来村里给你家找不自在，他第一个不答应。我马上给村里账户打了第一笔款子修路。本以为这事过后老李头能安生几天了，但是我多想了。这天小区物业给我来电话了。你好业主，那个姓李的老头天天在小区半夜敲锣打鼓，能不能请您抽空回来处理一下？他敲他的锣，你喊我处理个啥？报警啊！可是他一边敲锣打鼓，一边喊你的名字，让你出来，一边还骂你爹妈，骂得挺难听。小区业主半夜被他吵醒，报了好几次警，等他回来还变本加厉，我们也是没办法了才找的你。我想了想，决定回去给老李头送个大礼。我买了一套新商务风衣、防风帽和茶色眼镜，在自己肚子上塞了一个靠垫，乍一看就是一个生意人，然后拉着一个商务行李箱就去了小区。这个时候老李头应该在小区超市抢打折鸡蛋呢。小区超市每天都拿出鸡蛋搞活动，每人限10个。老李头戴帽子买10个，摘了帽子再进去买10个。超市售货员认出他来，不卖给他，他就在鸡蛋上吐口水。抢鸡蛋的大妈就骂骂咧咧走了，没人愿意招惹他。等我到了超市门口，就见老李头正在跟售货员吵。刚才买鸡蛋的不是我刚才那个戴帽子了。那我说，刚才那个戴帽子的老头是王八蛋，你急个啥？你骂他也不行，都是一个小区的，应该互相尊重。那你天天半夜敲锣打鼓，你尊重谁了？老李头吵不过他，又开始往鸡蛋上吐口水，周围还准备买鸡蛋的纷纷远离。售货员气得快哭了，又拿他没办法。就在这时，我拖着行李箱路过，一边走一边打电话。刘总，现金我都准备好了，你快下楼来拿吧。没错，100万，一分不少。老李头顿时竖起耳朵，也不跟售货员吵了，把手里的鸡蛋一扔，若无其事地跟在我身后。我继续打电话。你到底几号楼啊？你大点声，信号不好。你快下来接我一下，我这1万多的定制皮鞋都踩雪踩脏了。老李头越听眼越亮。我打着电话在小区里转悠，刚下了雪，小区路上还没来得及扫，我特意穿了雪地靴，防水防滑，哪里难走哪里有冰我就往哪里走，而且专门走没有监控的小路。大爷跟着我已经打滑了好几次，摔倒了2次，但都看了看监控，拍不着，只能爬起来继续跟在我屁股后面。等我感觉溜达的差不多的时候，直接找了个有阳光的地方，把行李箱往地上一放，一屁股坐在行李箱上开始晒太阳。周围一个能坐的地方都没有，都是深一脚浅一脚的脏雪。老李头围着我转了好几圈，我就坐着玩手機，一点也没有要走的意思。终于他忍不住了，打开手机录像放在口袋里，径直向我走过来。小伙子，我看你没地方去，你来找谁？對唔住啊，今日出門太趕，唔小心整跌咗你嘅水，我等陣去買個新嘅俾你，你唔好嬲啦。你說的啥？我聽不懂啊，上我家坐坐去吧。我講得我奶媽就比我收入高個價嘅，媽就到面就叫奶媽咧。老李头脑袋都听炸了，一个字也不懂。我跟着耳机里粤语电影继续胡编。老李头直接不装了，上来就拉我，刚碰到我，他直接五体投地，趴在地上。你这外地人怎么打人呢？我好心要你去我家暖和暖和，你推我干啥？快来人啊！外地人打人了！老李头见我无动于衷，一点也不着急，只是戴着墨镜盯着他。他急了，你别以为打了人就能跑，没有100万，这事儿过不去。我学着电影里的变态杀人狂，露出一个残忍的冷笑。你确定要我赔钱？老李头被我吓得一哆嗦，但还是强撑着说：100万，1分钱不能少。我默默地从怀里掏出一把玩具枪，仿真的。反正我也找不到刘总，正好拿你凑个数。老李头一看手枪，吓得一屁股坐在雪里。报警！报警啊！杀人了！我掏出一根烟，叼在嘴上。
老头，借个火怎么样？你要是没有，那我就只能借你的命了。老李头坐在雪里，全身抖若筛糠，不停地蹬腿后退。啪！我扣动扳机，一簇火苗从枪口冒出，点燃了我叼着的烟。老壁灯，我晚上会来找你的。就在这时，小区外面有警车路过，我撒腿就跑，行李箱都不要了。老李头愣在原地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。麻辣的，假枪吓唬人！他左右看看，发现我真的跑了，于是眼神里的贪婪又开始占据上风。他慢慢地靠近我留下的行李箱，用手一推，挺重。他眼神里的金光更盛。他小心翼翼地左右看看，发现周围没人，轻轻地把行李箱拉开，眼神里的贪婪。突然，一只血淋淋的手从拉开的缝隙里挤了出来，老李头吓得两眼一翻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几分钟后，他醒过来，屁滚尿流的蹬腿后退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他哆嗦着摸出手机报警，可是因为颤抖得太厉害，手机拿不稳，直接掉进下水道里。周围很快围了一群人。快，有个杀人犯从咱们小区跑了！老李头大喊，有胆子大的凑过去踢了一脚那个血淋淋的人手。假的，硅胶的。众人这才长舒一口气，刚要报警的人也放下了手机。老李头还是不相信，大喊大叫：“你们报警啊！那个人这是杀人犯，他还有枪，有枪啊！他还用枪点烟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”物业经理也赶了过来，调了监控，发现我真的是用枪点烟来着。你们都被骗了，都被骗了！老李头还没在刚才的惊吓中恢复过来，神神叨叨的。物业经理怕有事，打了他儿子电话，让他赶紧带他爹去医院看看。他儿子说自己在外面躲债，让老李头搞不到钱就别打电话，自生自灭吧。最终物业没办法，只能把老李头送回家。一连几天，老李头都没在晚上出去敲锣打鼓，就是在小区里乱逛，嘴里念念叨叨：“我能讹他第一次，就能讹他第二次；我能把他推进雪坑第一次，就能推他第二次。”大家都不明白他说的啥意思。小保安跟我说了这个事，我顿时一惊，意识到老李头也重生了。他肯定猜到了，我也是重生者。毕竟我买彩票那件事就够他怀疑的了。果然，老李头晚上就给我来电话了，约我出去谈谈。小子，我知道你也重生了。这样吧，你的秘密我不说，你买彩票的钱咱们一人一半，从此我再也不纠缠你。我嗤笑一声，看着旁边又大又深的建筑工地雪坑，这里是上一世大爷把我推进去冻死的地方。他约我来这里，目的不言而喻。老李头，你以为这一世我还会信你？孙子也不认我，儿子也不管我，反正我活着也没意思了，拉着你再死一次也行。他掏出一把刀，然后慢慢向我走来，把我向那个雪坑逼过去。我一条烂命换你一条好命，要是还能再活一次，大爷我先去买那个彩票。大爷，你知道上次我在这掉下去被冻死，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吗？我知道，你肯定是明白了，我能弄死你一次，就能弄死你第二次。那次我就明白了，建筑工地的坑可不止一个。上一世我在坑里冻死，魂魄就在坑的上面飘了好一阵子。我发现这个大坑旁边还有一个被绳网盖住的小坑，而那个小坑就在大爷逼向我的必经之路上。轰的一声闷响，大爷踩塌了绳网，掉了进去。这个坑可不浅啊，比旁边那个坑深多了。我急忙打了急救电话，报了警。我怎么能让他死呢？怎么可能给他重生的机会？等消防员把大爷救上来，他已经奄奄一息，在急救室里抢救了一整天，保住了一条命。但是大爷已经瘫了，只有眼珠子能动，后续的花销是一个不小的数目。医生找他儿子找不到，我直接在他医院账户里充了10万。我站在大爷的病床旁边，对医生深情的嘱咐：他虽然是我的邻居，但我们情同父子，他的治疗费用我包了，只要他不死，啥药都给我用上。大爷的手指突然动了动，眼珠子在眼眶里疯狂抖动，满是血丝。病房里都夸我是新时代好青年尊老的典范。我低下头对老李头说：放心吧，你就好好活着，我手里有好几个亿，随便取点利息就足够把你的命吊到100岁。老李头的眼神疯狂抖动，怨毒至极，突然向上翻白眼：医生，快来抢救！然后就把他又救了回来。看到大爷生不如死，想死也死不成，我就开心的回家了，把老家的房子翻新，把村里的路修好。爹妈想住哪边住哪边，我们想去哪玩去哪玩。医院那边时不时传来消息，已经第 N 次把大爷从生死边缘拉回来。医生怀疑说，这老头像不太想活的样子。我再给你们打10万，一定让他活下去。好嘞，先生，放心吧，我死他都死不了。20年后，老李头终于抵不住时间流逝，衰老而死，而我的生活没有一点变化。第二天出门遛狗，发现邻居家的泰迪十分怨毒地看着我，那个眼神非常熟悉。我笑着凑过去：老李头，你不会真的重生了吧？老李头，你不会真的重生了吧？泰迪猛地对我狂吠，就要扑上来咬我，然后被我牵着的高加索一口咬断了脊椎，后边2条腿直接瘫了。
泰迪主人急忙对我道歉。不好意思，绳子没拴紧。没事儿，不行，把这瘫了的狗卖给我吧。泰迪主人很痛快，直接20块钱就把它卖给了我。我把这下半身瘫痪的泰迪送进了宠物医院，然后在宠物医院账户里充了10万。这条狗跟我有感情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它活着。放心吧，我死了它都不会死。先给它做个绝育，再把舌头拔了，只要不死就行。然后我就离开了宠物医院，身后是泰迪无比凄惨的惨叫声。然而就在我想下一次这老李头会重生成什么的时候，突然眼前就出现了一个系统界面。为保证漫剧观众的观看体验，请男主选择反派重生项目。我果断选择了最惨的一个流浪狗群中下半身瘫痪的小母狗，然后在无限循环选项上打了勾。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有意思了。